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，管它是谁的手，不能松，因为这是我的北京，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。即使是你在你的故乡，因为某种情感的状态、某个契机，他的那个眼睛也会变成异乡人的眼睛。不是说已经现在是没有故乡了吗？去哪儿都一样。北京呢，应该是居住最长的一个地方吧，30多年。常去那儿的人避不开的一个很突兀的颜色，就是白塔的那个白颜色。过去的整个北京的基本颜色是灰色，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那个白色是反光最厉害的颜色，一身白。其实北京别的地方都变了，那个空间就基本没有变，你的记忆的东西还是比较完整的你会去想那里怎么样了，那里的朋友怎么样了。14天写了这个剧本叫《白塔之梦》。这3个人都是失去的人，他们的那种孤独感的质感是非常非常相近。辛柏青扮演的那个北京人顾文通，他就是一个中年男人，世俗的意义上可能这个人不成功啊，窝窝囊囊啊，是与人为善的，就是客气嘛，他也阻碍了跟人的真正的交流。应该是我先出的轨，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在乎吗？都这时候了，还有什么在乎不在乎的？可我在乎。黄瑶饰演的欧阳文慧，她是做图片摄影，她没有选择，一出生父母不要她了。这个人物极其的坚强。辛柏青见到了黄瑶，我觉得还不到爱情的程度，他们俩只是一种互相的吸引。寂寞的人会跟寂寞的人靠在一起。古运来是有过幸福的家庭，一个不明的事件，公共汽车上的猥亵就被扫地出门。古文通呢，就有过那么短暂的父爱的东西消失了。儿子是他可能梦里无数次审问过他的爸爸，被爸爸抱过的那个记忆都是模糊的，他是渴望着一种身体的接近。爸爸，您喜欢跳交谊舞？看，我会跳。东方社会，中国俩父子跳舞，大家就会说你想干什么，对吧？交谊舞是一种接近的过程，而不是真正的抱到一起的过程。虽然好像是平平淡淡的说，但涉及的是非常情感里非常深的东西。我小时候是我们是3国边界，中朝苏，我的父母都是从韩国那边南边过来的嘛。1995年吧，第一次去韩国，对这个没有见过面的亲戚们在请我吃饭，问了中国队和韩国队踢球，你站在谁的立场上？我们有一个太漫长的时间对故乡的想象。我在韩国教书生活，一直在那边拍片，但我的出身是在这边。在这10年期间，就经常还是有人问，就说你为什么不回国内拍？这时候我每次都心动。漫长的告白技术团队都是我原来的团队，白塔之光都是中国的。可能是骨子里有这种迁徙的这个基因，还不知道怎么了，就是一直在走，所以最后还是拍了个北京的。
就这些复杂的情绪全部加到一起，才是北京。北京欢迎你。